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对待感情比较谨慎，但是他不理解我的想法，还总是着急进入我的生活。他经历了很多挫折，我以前的生活也不太顺利。我们相遇之后，我自然而然想要多保护他一些。难道这有错吗？他总是喜欢逃避现实，不愿意接受现在的自己。他总认为我自卑，我觉得他才不阳光，而且想法很幼稚。我愿意用心对他好，可他却总是不太满意我的做法。我希望他多看看我的优点，用心对待这段感情。有请这对情侣，有请。蒋先生33岁，来自安徽，销售，有请。邵女士35岁，来自河北，美容师，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啥呀？主持人，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吧，情商特别低，然后做什么事儿不经过大脑考虑，越来越觉得不知怎么跟他相处了。哟，这是要分手的意思是吧？有点迷茫。都发生了一些什么，觉得他情商低呢？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有过一段婚史，他是大龄未婚，跟我前夫，我们那会儿是协议离婚的。有一个孩子，那会儿还小，我就给男方了。然后那一会儿我们之间有一部分负债，然后我就把这个负债我自己扛起来了，因为我不想这个债务的问题让我孩子的生活水平会下降。现在一切都好了，然后债务也还完了。对，然后现在也平稳了。之前我跟他讲过，我想把孩子的抚养权要过来。毕竟他是我的孩子，我特别爱他。男孩，我没有说现在就跟他去要。男孩女孩？女孩。多大了？8岁。您跟前夫离异的时候多大？4岁。4年过去了，就是妈妈希望这个8岁的女儿能回到自己的身边来，是这意思吧？对。就跟现在男朋友说了。这是一个想法。对。我跟他讲了，他也同意了。就是我说不着急这个事儿，缓2年。然后他吧，他就找我前夫了，需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然后又去跟他要这个债务。我觉得特别的生气，我特别的不理解。你这样说，我就特别的有点委屈了。对于未婚的男人，能够接受离异还带着孩子的，我想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吧。但是我能够做到，很多人能做到啊！您不属于特例啊，而且现在您还没有接受呢，所以您还不需要拍着胸脯说这件事儿呢，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道德架得那么高。您接着说。平时在生活中聊天的时候他总是提起他的孩子，非常的想念他，非常的牵挂他。我就感觉特别心酸。所以我当时想着，能不能把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给争取过来。我就是一门心思的，当时是这么想的。对，那您以什么身份呢？身份我没有太多的考虑，但是我现在是他的男朋友，我必须要这样去做。这孩子您是这么想，那债务呢？债务的话，我也听他说了，以前他跟前夫一起经营了一个店吧，黄了。但是开店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前夫几乎对这个店不闻不问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听他这样讲，觉得不公平。然后欠债之后还要让他一个人去偿还，所以你要去要啊？对，我就觉得很不公平。好，你是真去了吗？我真去了，找他前夫。对，人家怎么说？人家说孩子的抚养权在我手里，然后会特别的稳定孩子会特别的受到保护吧，各种各样的吧。债务呢？他不愿意给。这个虽然做事的方法比较鲁莽，但是至少人家单纯，有一颗诚心，人家爱你，人家怕您吃亏了。他不了解情况，我就跟他讲，要孩子抚养权的前提是什么？是我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工作和经济，才能有可能把孩子要过来。我不是说着急于现在，然后我就觉得他很不懂我，很不理解我。我不知道稳定是什么时间，那稳定个2年，稳定个3年，要是稳定个10年呢？我就觉得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久，再等2年，哪怕我多出点钱，你少出点钱。我们买一个房子的首付，然后再慢慢的下去。我愿意提早的跟你结婚，老话都说宜早不宜晚吧。你这样一闹的话，我之前干孩子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现在这么一闹的话，他们家对我就有很大的戒心，就以为我是让你去要这个钱。行，
这事儿我们听见了，这叫这个男人的情商低，对吧？是特别急着娶她是吗？对，因为他一个人特别不容易。这不挺好的吗？又发生什么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主持人不瞒你说，他嘴上说不嫌弃我，但是他心里他挺嫌弃我，我感觉。为啥？我小时候5岁的时候在床上瘫痪了2年，然后我爸妈就花了很多钱去给我治，就站起来了。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这个是我的痛点，我不愿意别人去提，我也不愿意别人去说。从小我就特别的自卑，然后他就问我：“你这个病会有遗传吗？你以前的那个孩子遗传这个病了吗？”啊，我就可生气呢。我说：“你这问的这叫什么话呀？太离谱了。”当时是我不懂，然后呢？你不懂，你可以去问专家咨询他，可以去查资料。我希望你最基本的尊重，请尊重我，不要去直接的问我。那当时我是这样特别的难过。然后，假如说我们结婚有孩子了，孩子是否会受到这个影响？如果受到影响，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你说你治好了或者怎么样？我当时确实不确定他会不会遗传。我当时确实也是对这个以后孩子，我就是想让他做个正常的婚检。然后还有一段时间，他心情特别的不好，他还让我去看心理医生。我说我没有毛病，让我看什么心理医生？是那一会儿，我经过一些个事儿，我心理压力是挺大。然后我跟他讲过，他就记在心里了。他就说：“你是不是有抑郁症啊？你去查看看，万一有病咋弄啊？”我就觉得，对啊，有病咱们治病，没病不就更好吗？我就觉得，你这不是让我看病，你这是赤裸裸的这样去攻击我，我就很不爽心。我觉得我没有攻击你，我只是正常的去问一下，确实没有带着任何恶意。行，女生心里已经很不舒服了，是吧？那就离开啊，怎么还在一起呢？毕竟认识这么久了嘛，我感觉他这个人比较真实，比较踏实。对，至少人家没有恶意，对吧？对。那现在还除了这个2大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是你心里过意不去的？他总是说我自卑，其实我觉得他自己心里不太强大啊。就是我俩只要一拍照的时候，他就要坐下。我说你老坐着干什么呀？你站起来呀！我坐着站着不一样吗？什么不一样？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你感觉站起来跟我差不多高就没有优越感，是不是？我才不在乎自己的身高呢，我在乎是我自己强大的心灵。主持人，我要偶尔的穿个高跟鞋，他也不让我穿。那要是以前的腿上被复发了呢？我还担心这一点。穿个跟鞋怎么可能会复发？他不舒服啊，直立着他肯定不舒服啊。你确实不介意他跟你一样高啊？我不介意。介意他穿高跟鞋是吧？对。你怕他旧伤复发是吧？对，就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倒也不能说明人家不自信，人家说了，我强大的自信跟我的身高没有关系。但是他还给我买什么厚底鞋，这么厚的，恨天高啊！不是，他不是希望你高一点吗？我再高也变不成姚明啊。哦，那倒是。对啊。你穿没穿啊？我没穿，晾在一边了。哎，小事儿，小事儿。以后不要给我买什么厚底鞋了，好吗？兄弟，你要真有一个强大的自信，我穿上又如何？无所谓，无所谓。大家都看着，大家听出来了。啊，你乐什么呀？啊，你很清楚是吧？所以我相信，不仅仅是因为鞋这点事儿，你觉得他没自信吧？我在美容院里工作，我们店里的老板是男老板，他也说不行。我跟男老板走得太近啊，是怎么的？我就挺生气的，走得怎么近了呀？那你们的男老板平时拍抖音、拍宣传，基本上都是叫你吧？工资发的也比较多，我看他就是看你长得漂亮，故意的。我觉得你说这个话都有问题。我多干活，老板给我多开工资，那是正常的。我就纳了闷，你为什么一天天就盯住人家？你就把你这种思想就强加到我身上。男人最了解男人了。这点小心思，啥心思啊？我觉得他老板对他有意思。为啥？有一次我去他店里，眼神就不对，就不一样，就是说，不懂。我也不懂。但是我就是觉得，你相信他吗？这是我想问的。男老板的事儿我不想问，我只想问你相信他吗？好，你是不是觉得他不信任你？对的。是吧？对，所以讲这件事儿，实际要描述的并不是说是不是自信嘛，
相当于他行事鲁莽，对吧？要孩子，要钱，要抚养权，这是他性格的一个描述。然后他给你的伤害，或者叫他情商低，是说逼你去看心理大夫。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你受到了羞辱，对吧？然后他对你不信任，因为他觉得你跟你的老板是有关系的，对吧？哎，你对你们俩这段情感怎么看？其实我感觉他挺不容易的，其实内心里还是比较喜欢他的。但是他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的误解我。比如说呢？就是他过生日啊，然后那天店里边来了好多人一起去吃饭，他把这件事已经告诉我了，然后老板也去了然后我就一直在饭店外面一直傻傻在那儿等，我好心好意的等到了11点多，他看到了我，第一句就是指责，你还在这儿等，你给我的感觉太压抑了。不是，你过生日为什么不邀请他一起过呢？他说他有事儿，他不去，然后我们同事跟我一起过的。后来呢，我说行，你有事你先忙去吧，然后忙完了呢，我给你打电话，有空你就来接我，你要没空呢，我就自己打车回去。他说行，但是呢，最后呢，人家就在外边一直等着。我就觉得好几次都是这样，不管是我跟我同事呀，我因为美容院都是女同事做他就在外边一直等着。我说你老等着干啥呀？你忙你的去啊，不要在这等呀。他邀请过你？他也不说话。他邀请过我。那你为啥不去啊？他就在外头盯着，就感觉我在屋里吃饭，他就盯着我，我就感觉像个犯人似的，我特别有压力，我就想不通了。不是，你为啥不进去呢？你在外面等啥呢？就特感动是吧？你看你在外面这灯红酒绿，而我一个人傻傻的在风中在雨中默默的等待，我是多爱你，你当这是演戏呢？为啥不去啊？说起来就比较难过一点，然后说我们听听。前一天就是吵了架而已，然后我就是比较那个固执一点，个性一点，你邀请我就不去，就是这个样子，哪怕是生日。所以是你的固执。事后我后悔了。所以是你的固执嘛？对，你工作不稳定是吧？对，我是不稳定，然后经常换工作他还老说我觉得换不同的工作对我来讲也是一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吧，我就是这么去想的。是对，所以你就体验去就行了嘛，也别结婚嘛，自己愿意怎么体验怎么体验嘛。你要打算结婚的时候就不能再体验了呀。他爱好还挺多又买什么 CD， 他跑马拉松买那个跑步的装备什么的都可贵的。但是买这些个我觉得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你现在生活都不稳定，花巨款买这么多干什么呀？这是我的兴趣爱好呀，我就是跑个步听个歌，有点精神追求。我觉得现在咱们是拼搏的年代，而不是享受的年代。这不矛盾呀？你提前透支你自己的钱，你最起码的你现在连个窝都没有，你光想着享受，你觉得呢？不，我说你有错吗？不是，我打断一下，你们俩的反差如此之大，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这是为啥？我就很好奇啊！你看，你们俩聊什么都聊不到一起。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之后，我不太喜欢交朋友，然后就感觉有这么个伴儿，经常陪我说说话，我就可以了。就是从精神上、经济上，我也不太指望他，我就想让他不要经常去打击我就好，让我心里能觉得踏实就好。不是，所以你找的是个什么人？陪聊的，精神上不需要支持，物质上也不需要扶持，只要跟我说话就行。干嘛要跟他谈恋爱呢？我没想清楚啊。行，那我问问你吧，你们俩反差这么大，怎么会在一起的呢？我觉得他特别自立，然后平时还特别的关心我，有时候就是我难过的时候，他也会安慰我。所以你享受他的安慰是吧？可以这么说吧。今天来的目的是啥？要分手对吗？就是感觉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了，挺迷茫的。都不知道怎么相处了，不就不处了吗？我希望他能做出改变，然后呢？不是，你让他改什么？你能要求1、2、3、4、5、6、7的明确出来吗？工作最起码不要老换，自己稳定一些，给自己定一个目标。那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工作稳定的人呢？如果你介意的是工作稳定的话。因为我觉得认识这么久了嘛。你结婚都5年了，你也离婚了，那个酒还是这个酒啊？我不想戳你刀子，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个理由啊。就是你放不下他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不怎么爱说谎，就是比较真实一些。
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最可贵的就是他的真实，是吧？所以你放不下，对吗？你想娶她的理由是什么？那么介意一个女人离了婚带孩子，可是你又那么想娶她，是为什么？跟她相处这么久，给我一种家的温暖吧。我就是特别的想要着急的要跟她结婚，我想要一种家的感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这是你生命里唯一能抓住的女人，是吧？对，其他的都抓不住，是吗？好像缘分就这么奇怪。跟缘分有啥关系啊？我就是看上她了。你多大开始工作的呀？我是20多，23。23岁到现在10年了，你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多长？2年。所以你的生活一直在体验当中，可以这么说。你不稳定，对吧？对。那你拿什么娶她？精神上你没有办法鼓励她，她说你经常打击她，那你用什么娶她？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够慎重地考虑这些问题，对吧？那你们在情感当中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让两个人都觉得不舒服，是吧？不舒服这个状态，我理解的对吗？是不舒服，你也不舒服，对吧？你也不舒服，但是两个人又说，哎呀，我们又不太想分开，那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的负面情绪时时的被你的低情商男友唤醒，幸好因为你性格脾气好，你的男友时时的奋不顾身的来踩你的雷区，也幸好你的性格脾气好。你刚才说了，他离异带孩子，我能够接受你，世上少有。你认为这是你对他的一种恩赐，所以你很自我感动，你要去温暖他，安慰他，拯救他，所以你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她的前夫还有她和前夫的孩子和你有几毛钱关系？您竟然会这样去找她的前夫，你认为是在保护她，是在帮助她？在我眼里这就是砸场子。你有什么资格？你们两个人问题就在无法正常的沟通，原因是无法正常的对话。你可以尊重他，可以欣赏他的诚实，但是他真的不适合你。你脾气再好，迟早一天也会无法忍受。你要为自己想，也确实要记住上一次婚姻的教训，好吗？你前夫已经见过他了，对吧？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如果你跟他结婚，你的抚养权绝不可能要回来。孩子的亲爹要但凡明白点事儿，知道你现任丈夫是他，都不会让你女儿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你认吗？认吧。注意，他认为我说的对。你一上来第一句话，我就不想跟你聊下去了。你的第一句话我就知道你跟我不是在一个世界里的人。你的第一句话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他离了婚了，有一个孩子了，在这个世界上能接纳这样的女人的男人能有几个？你跟他结婚是你对他的恩典吗？就因为你未婚，你就有这样的优越感？你跟他结婚是你对他的恩典吗？如果你认为是，现在我跟他商量，咱是不是赶紧谢个恩，是吗？哦，不是啊。我跟他聊完，我问你，为什么你有一个细节，你的表达是，我们两个其实在一起很简单，我们一起买一个房子，他少出一点，我多出一点，付个首付，凭什么他就可以少付一点？我觉得他的经济能力有限。法官，我们说到结婚付首付这事儿，你觉得他的经济能力有限，所以你宁愿多付一点，你也愿意嫁他是吗？我告诉你，有些自以为是在对面，有些自卑在这边。
您可能是故意的说，你那毛病遗传嘛，故意的吧？要不然您杠杠的自信从哪儿来呀？我确实不是故意的。哦，那就是说话这点分寸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您孩子的亲爹跟他接触过，如果你跟他结婚，孩子的亲爹喷出一口老血，都不会把孩子抚养权给你。这个男人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用再去讨论了。当他说出那个什么离异带着孩子的这样的女人，有男人要他就怎么着的时候，就知道不用跟他对话了。你好像也觉得这个男人应该是属于头脑简单、四肢也不太发达的那种，对吧？你心里头也给他明确的定性了。我只想知道你在干嘛，你想干嘛？我想寻求一种安稳。什么样的安稳？这个男人能踏实。什么叫踏实？就是这个男人能给我一个家。没有啊，他现在住在合租房里，他没有努力工作。他每天说你不是腿有病，就是你心里有病，这就是家。你到底想干嘛？我对他想结婚，想找个小仙女儿，太正常了，不用考虑。就是小哥，你此刻所有的反应很正常，包括你对他有各种，你不是怀疑他腿有病，你也不是怀疑他心里有病，你真的觉得他可能脑子有点问题，不然看不上你啊。这是你心里头自己都知道的，因为这姑娘她应该会挑我点啥，但她怎么什么都不挑我呢？于是就有一点像忽然中了奖，我告诉你说，哎，给你个100万，跟我走。你心里不踏实了，有坑。你这个100万里有啥？你这个100万里头是不是说这边有个坑让我跳，对吧？这不就是这么？要不一会儿怀疑你的腿会遗传吧？要不一会儿怀疑你怎么会是不是心理自卑呀？因为你显然就是他的反应全正常，你最不正常。你想干嘛？我估计这边是不会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了。这个时候，兄弟，你觉得他要干嘛？还是你也弄不明白了？其实他就是弄不明白，所以他一会儿觉得他是不是身体有问题，一会儿觉得他心里有没有问题，总劝他怎么着。我知道那是来自于内心里头。你说的不是这事儿。对，就是内心。如果你也弄不明白，对，一会儿你还出来吗？我跟你讲哈，这位小哥哥，起初大家都觉得你是个坑，眼看一仙女儿要掉进你这个坑里了。但是我明确的提醒你，这姑娘我不知道她要干嘛。以一个成熟女人的我来看，你仿佛可能要进一个坑。当然，你当然可以说我乐意，这个随便你。确实就跟你心里头的心存疑虑等等是一样的呀。我不知道你此刻饥不择食的急着要拉这个小伙子结个婚，或者是要干个什么的动机是什么，但不单纯。就这吧。你们生生的把一出爱情搞成了一出谜案，好解释吧？两个生活里面找不到依靠的人想依靠一下，女生就开了一句玩笑嘛，我要把孩子接回来吧，我想做一个试探嘛。然后那个傻不拉几的要冒充英雄的人就去了嘛。你们真的爱过吗？你们真的喜欢过吗？你们真的有像你们说的你侬我侬那种交集吗？你们问你们自己的内心吗？爱不爱你们心里也很清楚，爱没爱过你们心里也很清楚。所以今天你的这些问题自己解答吧，愿意出还是不愿意出，是吧？您就特别简单了，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我不会要一个我这是对恩赐，可能我很糟糕，但是没关系，我认为我是强的，我今天不强，我明天会是强的，是什么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咱们不就是今天来这儿请老师们说说吗？我们这段感情要不要继续嘛？反正我听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人看好你们。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还是很喜欢你，虽然说很多时候指责你、数落你，但我确实不是故意的。我真诚的态度，你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是我也会做一些改变的，比如
换个稳定的工作，我要让你看到。我就想找一个踏实的人和生活，没有别的，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请亮灯吧。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既然你希望找一个踏实，你就找一个踏实的，为什么你又找一个不踏实的呢？真的没有弄明白。谢谢两位，请回吧。来吧，我们预测一下吧。一声叹息，两个人都会出来，但真的不应该出来了。这位神秘的小姐姐，别出来了。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开门。挺好，挺正常的一个结果。怎么想？还有话跟他说吗？我可能确实不太优秀。跟你优不优秀有什么关系吗？行了，就这样吧，谢谢您，请回吧。再次。